来，啊，请进，请进，来。郑主任、王老师，你们坐吧。来，坐。啊，别，谢主任是主办检察官，我们就是来了解一下情况，还是谢主任坐在这儿。哦，不，那个郑主任，您二位呢是领导，经验呢肯定更加丰富，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询问张文静的，还是您二位来吧。谢主任，你就别客气了，联合办案，请。行，来吧。啊。我们开始吧。好。张文京，我是海东省检察院第一检察部郑亚萍，我身后的是王春祥同志、白子妍同志。对于你开庭当天的表现和提出的问题，省检察院十分重视，成立了指导小组，配合东平市检察机关了解情况，调查核实。希望你可以珍惜这个机会，如实的说明情况。赵文静，让他们出去吧，我跟你们单独聊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想请东平市检察院的同志回避，只单独接受指导组的询问。我们是指导组，不是公诉组。你也是法律人，应该清楚，我们只给意见，办案还是由他们办。我们和市检察院是联合办案，不是越过他们办案。所以，聊聊吧。聊什么呢？面对无视法律的人，你让我跟你聊什么？张文京，你太嚣张了啊！你不要以为你在法庭上敢喊敢闹，你就可以躲过法律的审判和制裁了。你的犯罪事实我们已经查得很清楚了，即便是没有你的认罪认罚具结书，单凭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，就可以认定你的罪行，照样可以判你。我就一个要求，让他们出去，否则就别聊了。张文京，你就是在故意的拖延审判时间。你说你作为一名律师，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吧？啊，整天搞这种无赖的抵抗，有意思吗？我告诉你，现在人证物证确实充分，哪一条不能定你的罪啊？你听好了，你作为黑社会组织的骨干成员，跟万海非法勾结，利用有组织的暴力威胁、欺行霸市、强买强卖。陈有才的证词能做定案根据吗？你们认真审查了吗？证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，可信度存疑，这些东西用我教你。你喊什么喊？按照你的说法，物资集散中心的10几名做了口供的证人就没有资格了吗？啊，跟问家有生意往来的人就没有资格了吗？你不要以为你懂。你对证据存在质疑，可以在开庭之前提出，排除非法证据。为什么要签认罪认罚具结书？还要冒着藐视法庭的风险当庭翻供？他们给我机会了吗？我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发声。我想阐述事实，如果不开庭的话，我的声音根本就没有人能听到。而且如果一直拖下去的话，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伪造证据，做假的文书材料。你住口！谁做假的材料了？谁伪造证据了？你给我说清楚了！你敢让第三方机构做鉴定吗？他这就是赤裸裸的血口喷人，是污蔑。谢主任，林姐，不行，我今天受不了这口气，我非得跟他掰扯掰扯。你给我说清楚了，你有证据吗？你如果有证据，请你现在出示出来。谢主任，他当庭敢翻供了，他为什么？他就为了博取同情。不会当一名律师，真是气死我了！他哪有这样子的啊？起码道德底线都没有。不好意思啊，郑主任。张文京，我们到底花费了多少精力，花费了多少时间，去给你做思想工作？我想你心里很清楚。
我们有没有站在你的角度，为你的量刑去做充分的考虑？这也有吧？认罪认罚具结书你都签了，开庭你就全不认，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这些全是装的呀？你也出去吧，行吗？我再重申一遍，我们是指导小组，是指导市检察院办案的。说说吧。司法有辩论的空间吧。作为一名辩护律师，我认为万海存在一定的违法犯罪行为，但是是否构成组织和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，是有待查证和讨论的。公安收集的证据我仔细研究过了，根本经不起推敲。对于公安的认定，我不认同，所以后来我向检察官乔振兴提交了证据，抵抗了2年。乔振兴是什么意思？我跟乔主任掰扯过好多轮，后来他也确实觉得证据链存在问题，才决定退捕的。退捕的理由您都可以看到，就是我提到的那些漏洞。结果呢，他们居然把乔主任给换了，把我办成了黑社会，换上来的就是刚刚那位姓谢的，不问青红皂白，上来以后就跟我说，如果你要是认罪认罚，就可以轻判；如果你要是不认罪，就让你把牢底坐穿。郑主任，这是作为一名检察官应有的办案理念吗？谁才是黑社会？谁在栽赃？谁在陷害？负责任的检察官被撤下，换上一位无视法律的合法的辩护律师，被打成黑社会。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，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，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。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，是因为什么？着急吗？还是被人买通了？我还在为万海辩护期间，每次约见万海，他都是非常积极配合辩护的。直到去年6月，突然改变了主意，认罪认罚，并且提出要更换辩护人。你说我进来之前你咋跟我说的？这都多长时间了？这案子让你办的半拉飞的，行，不怪你。我知道这件案子推进起来是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好，但是我也尽心尽力了。你不能说现在，等会儿。你嘴怎么了？你让万红谁打你了？把律师费给你结清楚了，能走多远走多远。有人威胁你了是不是？我卡的。我本来以为羁押了1年半，心态崩了也正常，想过一段时间再和他聊。结果，我竟然被补充成了黑社会骨干成员，但我的办公室被警方给带走了。我建议你赶紧撤出，既然万海都这么说了。至少他是放弃抵抗了，你就不要再死扛了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啊？而且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的严重的多。我知道这事是有点危险，但是我要是退出，万海就完了。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考虑这个？江队，有事吗？张文京，公安局的，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。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，请你配合，这是逮捕证。什么意思啊？江队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没有证据，没有调查，怎么能正式逮捕呢？吴兵，你也是律师，如果没有证据，检察院会批准逮捕吗？请你想清楚。放着。干什么？人看过了吧？没有干什么呀？你想干什么，江红军？张文京，回去之后有你说话的机会。还有你们几个啊，你们这是知法犯法，再妨碍我们的行动，会对你们进行口头传唤，听得懂吗？放着。他们为了给我罗织罪名，伪造证据，定我的罪，不就是因为我阻拦了他们办万海吗？他们，你指的他们是谁？东平市公安，东平市检察院，还有真正的黑恶势力，他们要害死万海，要害死我。你说清楚点，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？我不知道，我一直在想，反反复复的在想，如果一个地方，律师因为履行辩护权，却被掌握司法权力的人反咬一口，这个地方还有正义？ 。 可言吗？ 我
到目前为止，你都在下断语做结论。张文杰，你很清楚，法律不是喊话，是讲事实、讲实据。如果你有关于东平市公安、东平市检察院违规违法的证据，拿出来。如果没有，不要妄自推断。我根本来不及搜集证据，就被他们带到这儿了。如果你可以对涉案的所有细节重新梳理，自然会找到证据。如果万海的案子不成立，那么我的案子也自然会被推翻。当然，如果你跟他们一样，已经认定万海案是一个确凿的、不容置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，那我们就没有继续聊下去的意义了。跟这种人，你还能真动气呀？不应该。哎，郑主任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有点着急了。这种人就是个送棍。谢主任，咱们要学会提取意见，无论是有利的还是无利的，都要提起。对，您说的对。回去呢，我们再做做功课，一定不让。万海可以见吗？都安排好了，现在过去吗？去。童老师，这是哪儿啊？居民区。那您要去居民区的呢？管那么多干啥？我跟您来的，我总得知道您要去哪儿。我让你跟我来了。是，但咱们有纪律，我还是得跟着点您。童老师呢，情感比较细腻，比较脆弱。如果一会儿出点什么问题，你扶着点童老师啊。这不会是？哎，哥，姓洪那小子去了乔振兴家。风，亮哥。你怎么来了？小敏在北京呢，他说等能回来的时候，第一时间过来看你，很惦记你。你来了，他就高兴。你是你们检察系统第一个来的，这朋友没白处。谢谢啊，红亮。那个奶奶这边咋说的呀？不敢说。老太太都瘫6、7年了，只要告诉她，她才跟着走了，谁担待不起啊？想好要葬在哪儿了吗？葬哪儿？现在这人还躺在司法鉴定中心，他死的都不知道。那么靠后的事还没醒。现在就说，我这儿能跟着准备点啥？就是我能做点什么？看看家里缺什么。缺照片，穿检服，带检回那种。
我想要笑着的，你有吗？王海，今天状态看着不错嘛。你放心，目前死不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张文京扰乱法庭秩序事件，咱们省检察院成立了指导组。这位呢是咱们指导组的组长郑亚平，这位是检察官王春祥，这位是检察官助理白子妍。指导组的领导们问你有关张文京的事情，有什么你说什么，不许耍花招啊！各位领导，法庭是他闹的，又不是我。那要问也得问他，你问得着我吗？再说了，这里边男女又不通亲，我跟他也没法交流，这事儿不能冤枉我。万海，你怎么看待张文京扰乱法庭的事儿？这事儿他不地道。你看啊，按理说你字儿签了，它就具有法律效力了。你说你上法庭你闹啥劲儿呢？你像我在老老实实待着，那法警都能给我作证。我想得很明白，早点判，早点服刑，我早点能出去。但是这话呀，反过来说，你看她年轻又漂亮，这有点想法，我觉得也正常，是吧？王海，你的口供里说张文京是你黑社会团伙的军师，说说具体情况。他确实有才，懂法，这事儿我能证明。而且呢，歌唱得也好。那青藏高原那比那个原调还高一大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，不要浪费指导组领导们的时间。这不实话实说吗？行，这今天省里来领导了，那我再说一遍，是张文京教唆我，让我安排人把王玉给扣了1个星期，然后低价把这个婚姻证给收了。但我就按他说的呢，就找人把王玉给打服了，然后强迫他在合同上签的字。这合同呢是张文京拟的，还有我那娱乐城的保安队长把人打残这事儿，也是张文京找人做的伪证，替我擦了屁股。汪海，你这些话，卷宗上都有。你拘禁王玉这1星期当中，张文京见过王玉吗？我想想啊，没有。你说是张文京拟的合同，也是张文京逼迫王玉签的字，那你给我形容一下当时的情况。张文京是怎么逼迫王玉的？他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过程是怎么样的？王玉从一开始的不同意到同意，花了多长时间？这期间，张文京见过王玉几次？这个领导哈，就是这个问题确实是有点多余。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张文京是怎么逼迫王玉的？那逼迫我还能咋逼迫呀？你刚才我也说得很清楚了吧？找人把他打服了。这过去多少年了？你为了这个物资集散中心，又是拘禁又是打人，费了不少心思。可是签合同这么重大的事情，怎么就会不记得了？这位领导哈，我不瞒你说，我关这里头就2年多了，他们也不关灯，那脑瓜晃得嗡嗡的。你再过几天你过来，你可能我都记不住了。学校那边假都请了啊？请了。学校也挺理解。看他，小梅，你身体怎么样了？这点吃饭情况呢？2000万，一口东西都没吃。那不行啊！你吃了没有？也没吃。你小脸儿饿的蜡黄的，我去给你们下面点，你们都不用动啊，都没事。
到底咋走的？你明儿有空吗？可以有干啥？跟我出去啊？你们单位？不是，我哥的死亡现场。那个什么河，永清河，烧纸去。不是，宋觉儿啊，觉着我哥这案子有问题。啥问题？他是被冻在瀑布上的。咱们上面的人找到了他这个入水的冰洞，距离那瀑布好几公里。当时天又特别黑，我总觉得这……哥，我在这跟你说不清楚，你得跟我上现场看看去。哥，你啥意思呀？你就是不想跟我去呗？那咱们说一说娱乐城杀人事件。这刘贵啊？对，麻烦说的具体一点。这刘贵他吸毒，不是个好玩意儿。你在我的娱乐城他也敢吸，我就让吴小天教育教育刘贵，结果吴小天下手太重了，你说把刘贵给打成植物人了。按照你的说法，赵文京把吴小天的故意伤害伪造成了过失伤害，这么大的事情他不跟你商量吗？这种小事他到不了我这层面，一次都没跟你商量过。哎呀，他管的就是关于法律的事儿，摆平这些事儿他用不着我管呢。那你知不知道张文京找娱乐城的服务员邵小燕做伪证？我都说了，这种人他到不了我这层面。你口供上不是这么说的。那你知道张文京给了他什么好处吗？那肯定得上价值啊。那你给了张文京什么好处？钱呢？给了多少钱？几次？哪几次？每次分别给了多少钱？我反正给的挺多的，就这钱来得快，他花的也快。我这人呢，本身就大手大脚的。万海，我们查了张文京的银行流水，在他的账户里没有大额款项入账的记录。那个各位领导哈，我这么说哈，就是我给的都是现金，就我这么说，你就是能明白哈。那个各位领导哈，就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就你们这个效率能不能高一点？你说我认罪认罚态度这么好，我就盼着早点判刑，早点服刑，我早点出去。这灯晃的真是脑瓜嗡嗡的。我这行了，坐下。今天先到这。好。我呢，这次是跟省里边指导组来的，就是你们东平这块儿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案子，张文京案，当庭海苑那个。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？哥吗？他被换了。啥时候？3年前。为啥？不知道。但是你想想这事儿，哥，一个被冻在瀑布上，一个当庭海苑，同一天，你不觉得这事很奇怪吗？哎，许雪，你人在哪儿呢？我在我嫂子家呢，我来陪陪她。洪亮是不是也在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不要擅自做与你岗位无关的工作。你是听不懂我的话呀，还是不想听？他才到啊！跟我解释什么？你怎么那么不让人省心啊？许雪，人家是同学，人就过来。别跟我废话了，赶紧回到你自己的岗位上。
谁呀？我们局长。咋知道我来了？是不是很奇怪，哥？你说你才来，我们许局怎么不知道呢？哥，你真得跟我去趟永清河。我来你嫂子家，局长都知道了，我再跟你上什么河去？那多吓人！不是，当然我可不是怕事儿的，但是你是穿制服的，我也是穿制服的，咱们不要给对方带来麻烦。哎，郑主任，这个万海呢，这个认罪态度呢，一直都是挺好的，可就是嘴上没把门。那个张文京可就不一样，纯属有侥幸心理，还有劲儿呢。许局给您打扮好，这一看就是典型的宿棍呢。哎，稍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哎，许局，什么事儿这么着急？啊，李检啊，忙吗？我陪指导小组呢，有什么事儿你说。那正好，我长话短说，张文京那个案子，如果你需要补充侦查的话，你尽早跟我说，这样我能多一点时间，省得到时候咱们尴尬。行，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呗。那个没别的事儿了是吧？还有一个事儿，就是你那个同学呀，省指导组的洪亮，我怎么听说他到乔振兴家里去了？洪亮去乔振兴家了？他毕竟是省院市一部的，现在这个案子还没定性，多少有点不合适。行，我处理吧。我得再打个电话，稍等我一下。需要我们回避吗？不用。洪亮，你在哪儿呢？外头呢。你什么外头呢？你去老乔家怎么也不说一声啊？我来送个白包来了。你送什么白包？这事儿你也没提前跟我说呀。我也给你补上。这是补上的事儿吗？你以为是送个白包这么简单？但别人不这么看，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是省里边下来指导小组的成员，你也是11部的。老乔这事儿还没定性呢，你就到人家去。那别人怎么看怎么想啊？还有，我告诉你，你已经严重妨碍到我们的工作了。我妨碍你？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。白包送完赶紧走啊，别磨叽。洪亮，李姐，这个你别误会啊。洪亮以个人身份慰问一下家属，这不违反纪律，更不代表指导小组。那咱们接下来的工作，你看怎么安排？回去继续阅卷吧。哎，先吃饭。车准备好了哈，都在那儿等着啊。李仁俊是吧？什么玩意儿？你们仨是最好的朋友。就我哥尸检那天，李仁俊作为主要领导必须出现。他见过我嫂子，他认识我嫂子呀，人家就……节哀啊！您觉得这是一做朋友的态度吗？哥，你也不用跟我这种表情的。您看看这孤儿寡母的，您看看，没人管，你帮忙行吗？您陪我去趟永清河。我刚才跟你说的很清楚，你穿制服的，我也穿制服的。不说了，你别为难我，给您添麻烦。哎。老洪，你说，如果那天我给我爸再多打一个电话，他是不是就能接了？哪天？出事那天。你本来要给你爸说啥呀？我和妈妈去商场给他买生日礼物，看上了件外套，想问他喜欢哪个样子的。你给你爸打个视频，问他喜欢哪个。打视频就不是惊喜了。那你给他打电话，你问问。我问啊。
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行啊，谢了。啊，多少钱？我给你打4个电话，他都给我挂了。买了吗？买了。好看？我觉得挺好看的。我还给他写卡片了呢。写的啥呀？亲爱的爸爸，你是我的灯塔。我知道你现在很孤单，我已经实现你的放下。生日快乐，他能收到吗？能啊，就是等那个能烧纸的时候，把那个大衣和卡片给烧了。姑娘，你给你爸几点打电话？那天中午11点35。洪亮，你别假装接电话。小花，你在方便吗？喂。喂，老黄，你在忙吗？喂，永庆河远吗？喂。喂，你好，我们是东平市人民检察院的。您周3下午有时间吗？我们想找您了解一些情况。不好意思，我想了解一下，你们想找我了解什么事儿啊？具体情况见面说吧，没问题吧？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王总，哎呀，您怎么还亲自来了？是不是接到检察院电话了？啊，这刚挂，这你也知道啊？那不我也接着了吗？那肯定是为了万家这事儿来的呗。知道自己应该咋说不？已经背得狗瓜烂熟了。我就给你提个醒儿，问你话呢，肯定不是咱们这检察院的，那是省里头来的指导组。问你啥说啥，没问你的，别自由发挥啊！王总，王总，您看您来都来了，有个事我能跟您汇报一下吗？啥事儿？您说的其实特别对，这案子没判，这就是事儿没办成。但我确实是这段时间资金都压在货上了，手头特别紧。您看能不能跟管理处说一下，先别天天催我交租金了，让我先赊一段行吗？你想咋赊？你看，这个检察院不也刚打完电话吗？所以我斗胆跟您捋捋行啊。是您亲口跟我说的那个，这案子一判，1年租金给我免了，对吧？那你看，从现在开始，到案子判了这段时间，你让我赊赊行吗？现在我给你赊着，判完之后我再给你免1年。这啥意思？不给你惹我呀！还赊吗？找干嘛去？赊，再赊。